别人已经脸歪眼斜了，火冒三丈了，还一直说一直说。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先前介绍我在 Netflix 上喜欢的3部有关自闭症的影片，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跟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是行为呢？今天我就要花一点时间来介绍自闭症这个来自星星的朋友。以前我在伊甸基金会当早期疗愈个案管理中心的社工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因为不会说话，幼稚园的老师要他来早疗中心求助。孩子在感觉统合教室等待的时候，一直看着天花板上面的电风扇。特教老师从外面走进教室，听了妈妈的陈述，就直接跟妈妈说，你的女儿有自闭症的问题。家长很生气的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武断说我女儿有病呢？特教老师说，我从楼上下来进教室前，我从外面的窗户看到你的女儿到现在一直看着天花板上面的电风扇在转。后来这个小女生也如特教老师说的，被判定是自闭症。在台湾的自闭症家庭当中，有不少的父母都是老师、大学教授、工程师等，但是也不全然是这样。我曾经服务的早疗家庭，有不少的自闭症家长是中低下阶层。我有一个同学在自闭症的相关基金会服务，他就很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因为他们服务的家长都是高社经地位的人士。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认真的进行早疗的筛检。你有听过早疗筛检是做全线普查的吗？这个只有在伊甸基金会有这个决心和毅力吧。我们今天不是讲说早疗服务的项目，也不是说儿童自闭症的服务，我们要来谈一谈成人自闭症朋友的一些状况。你知道有不少的医生、律师、教授，他们是自闭症光谱上的障碍者吗？正如有不少人曾经说台北市长柯 P 是自闭症患者，虽然柯 P 说他自己没有被诊断，是儿子有亚斯伯格的诊断。当年柯 P 首次参选台北市长的时候，我就亏在自闭症工作的同学说，哎呦，你们未来会走红哦，市长会特别关注你们这个做自闭症工作的社福组织哦。柯 P 当上市长，你们就会变得很热门哦。我同学说，还没有选上，他们单位的服务使用者已经疯狂了，每天都跟机构的老师说，他以后是市长，意思是说柯 P 能当市长，我们也可以当市长的意思。或许你会觉得很好笑，这就是障碍的一个部分。我们来谈一谈成人自闭症有2大核心的特色。最大的问题是社交互动沟通上的困难与缺乏变化反复性的行为模式，这个部分我们称为固着性。这一集我们先来谈一谈社交活动沟通上面的一个困难。有关缺少变化或反复的行为模式，我们称为固着，我们下一集再谈。其中自闭症的朋友无法眼神与别人四目交接，眼神总是会想要逃离别人的眼光。有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的行为。我在跟你说话，你的眼睛为什么飘来飘去的？
好像是跟我讲话会很不耐烦一样。其实这是自闭症孩子的特色，眼神无法直视对焦在别人的脸上，但是这是可以训练的。但是已经都是成人了，那我们就饶了自己和他们吧。不善沟通的部分有不同的样态，例如自闭症的朋友对于字面上的意思只能够理解，但是对于字面下的意思是没办法理解的。简单来说，就是一些双关语他们是没有办法理解。在《非常律师》这部影片里面，在第8集10分钟的时候有一段对话，语音无被同事影射是靠关系进来的，崔秀妍感到非常不高兴，对语音无说，所以你们2个人独处的时候，记得从他后脑勺一拳打下去，或者重击他的胸口。语音无说，那是犯罪的行为。在影片30多分的时候，语音无与全民宇2个人相遇的时候，语音无做了上述崔秀妍对语音无说的那些一连串的动作。对于全民宇说，我不会老是被欺负的。我想崔秀妍要表达的是，如果有机会要报复对方，而不是叫他真正用武力攻击对方，而要打也打不过对方吧。前面2个问题就是会造成成人在交际上面技巧的困难，表情的学习。有些朋友会觉得自闭症的朋友很白目，其实是自闭症朋友不太能够理解或者是分辨情绪这一件事情，是因为情绪对有障碍的人来说是一种抽象的一个事情，很多朋友不能分别出来，更别说察言观色了。就好像是有一个人对数学不好，但是你一直逼他算微积分，然后说你的工程数学怎么考得那么不好，是一样的困难。我们觉得很容易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本来就会。有些我们会觉得很热情，或是对朋友友好的表现方法，对于一些障碍的朋友来说，他们会很排斥这样的行为，或是对这样子的行为会有一些敏感。例如剧中语音无很不喜欢别人跟他勾肩搭背，包含了他同学也是一样，会感到很不舒服。又例如握手这一件事情，连爸爸的手都无法牵超过1分钟，这就是一种触觉敏感产生的一种触觉防御，为的是对抗或逃避一般人认为是无害的触觉或感觉的一个刺激。所以他的同学勾肩搭背的时候，他就会转圈圈来逃避这个动作。依不同的问题是可以透过一些减敏感或者感统的方式做治疗，产生一些改变或改善，但是仍然会有一些个别的差异不同。请大家伸出你的手掌，大家看一下手指的长度是不是有所不同，还是都一样。拇指是所有手指当中最短的，也是不可缺少的。有很多手部的动作功能，如果你的手只有这样，少了拇指，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完成的。这个社会也是这样，因为有不同的人，这个社会才会不一样。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我们下一次要来谈一谈自闭症的另外一个特色——固着。我们下一次见。